你是说离哥手臂上有和彩莲手臂上一样的弹花烙印？没错。你对离哥了解多少？了解的不多，他刚来，平时也不爱说话。但是我听花娘提过一嘴，他是被家人卖到万国乡的。离哥姑娘，我进来了。离哥姑娘，刚刚有没有受伤？无碍。我的同伴已经离开了。离哥姑娘，可否陪我聊聊天？光喝酒多无趣啊！不如我们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猜心。我猜中你的心事，你就喝一杯酒；我猜错了，就自罚一杯。你我不过刚刚相识，这样也算公平吧？这听来好像对你不太公平。第一杯酒，你跟我说话时虽面带笑意，可心中却极为痛苦。你的手还常常发抖。第二杯酒，正因苦闷难解，你会割伤自己，介意发现。第三杯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第三杯酒，你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有人打碎了你对人世间美好的期望，甚至将你抛弃。你很难再对别人敞开心扉。人言可畏，更甚于宰毙。所以我从不与他人交心。可没想到，与你不过初相识，便被你看穿了心思。你刚才不是问我是谁吗？我叫叶平安。你是那个那个心意，难怪。刚才那些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人，倘若让他人知道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怪物的。我答应你，
可你能否告诉我，给你落下这昙花烙印的人是谁？我不想说，我也不能说。他身份显赫，倘若你执意要问的话，我只能谢客了。父亲在雕刻什么？千秋阁，千秋万岁之意。若圣上喜欢，待佳节便献给圣上；若不喜欢，为父只能自己留着了。精雕细琢，在这紫檀木上雕好千秋阁，恐怕得花上1年的功夫。到时圣上见了父亲这份心意，必定龙颜大悦。贤儿，明日你总该有时间上山去看看你母亲了吧？女儿还有些公家之事未了，明日亦不得闲。你年幼之时，你母亲便进山修道，委屈冷落了你。你心里若有怨，就怨为父吧。父亲说笑了，若不是当年父亲赏识女儿的策论，带我觐见圣上，女儿又怎会有今日呢？父亲身体还未好全，早些休息吧。从此以后，不许再提娘娘。起来，起来，随你。关羽，你这个花灯倒是挺别致的啊。昨夜等你的时候买了一个，后来我觉得还是自己亲手做比较有意义，但我这手笨，就给做成这样了。送你的。你看，这月影美吗？很美啊。那现在呢？其实很多你觉得美好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假象。我也一样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直犹豫不决，不给你一个答案，你跟我都不会高兴的。顾文宇，从今往后，我的肉铺谁都可以来，但你不行。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
你的顾虑是和玉石案有关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是不是袁绍成？你先让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我从出生起便是贱民。12岁那年，我被人从盲沟买走，就被关进了一座宅子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只要犯错，就是一顿毒打。我阿娘担心我呀，她就跑过来看我。她只是想看我一眼，就被买我的那个狗贼给打死了。我冲上去跟他拼命，若不是少卿救了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假象也好，真相也罢，过去的经历都是我们的一部分，不用逃避。我从来就没有逃避过。这些年我一直想要回家，想要跟我阿爷相认，但是我不敢，我也不能。我只能每天带着阿爷送我的吊坠，假装他还在我身边一样。顾恩宇，我跟你都生活在痛苦之中，你帮不了我，就像我也帮不了你一样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对你不仅有喜欢，还有敬意。所以你以后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希望一直陪着你。没人。叶喜爷，哎呀，是你们呀？这大晚上的干什么呀？是我拉他来的。这2天他又发病了。我什么时候发病了？没病，你今天晚上跟人家起哄，想去闹来着。你瞎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都别动！你们再往前一步，就是逼死人了！蔡元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那么久，临了了你1分钱都不给，你当我们这些短工都是好欺负的是吧？给钱！我说不给了吗？我说不给了吗？你们总得多宽限我几日嘛！1天拖2天，2天拖3天，少军，把他拖下来！你们都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我，他怎么不动了？让一让，我来看看。说吧，为什么欠大家的工钱不发？我带钱去赌方输了。继续编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听说过安心馆的叶平安吗？你是那个吴？我说，这不是我花了半辈子的积蓄，开了这么一间布坊，我琢磨着，我蔡云也搏一搏富贵命，可谁成想，前脚圣都大布坊派人来收什么入室钱，后脚南市署的小吏又说我这布不合格，我这上上下下这通打点呢，你别说给他们的工钱，我连饭钱都没有了，我。这明明是好布啊，他们诚心挤兑你。哎呦，你是明眼人呐！我说我找朋友打听打听，这一打听才知道，甭管是南市署还是什么智库，都跟那个大布坊有勾结，他们简直是只手遮天，就是不准我们这些小布坊开张。我都不是第一个被逼上绝路的了，我。那大布坊该不会就是九河吧？九河，那可是圣都最大的布坊。你还怕他们去九河布坊闹事，会把他们自己也搭进去？
你还挺讲义气啊！行了，酒后不方背后的人是谁？还不是圣都第一富商，也是皇室宗亲，琅琊郡王李宗旭。李大善人，那不可能啊！那李大善人明日还要举办酬民宴呢。对呀，我听说啊，这个宴席是专门给咱们穷人准备的，去了吃喝管饱。有这事，善人有这事。没少帮我。行，那明天还得劳烦你再吃点苦。什么苦？和生，你要当爹了。真的吗？我们袁家要有孩子了，我袁和生要当爹了，我袁和生要当爹了。白生，日后家里的苦活累活都我来做啊。还有，从今往后，我滴酒不沾。这个是你说的？我说的。和生，现在我们有了孩子，我们去安静的乡间过日子，好不好？可少长怎么办？他经常冒险行事，我在，他还能有所顾忌。我若走了，他只会更加肆无忌惮，早晚会惹祸上身。我不能抛下他不管。和生，我知道你对他放心不下，可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守着他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想法，好不好？今日你约我至此，所谓何事？我想看看你的拳脚，是否如同你的为人一样废了。今天，你必须与我一战。而且，你突破敌方包围，带回了情报，立了大功，现如今却变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为什么？小人如何？趋炎附势又如何？是怕我终有一天会对你构成威胁吗？若真是贪图权贵，又为何不取得的贵重，替毛高人请命？你歪管闲事，行了吗，大将军？你还是你，你也一样。好，太好了！此次回来什么目的？我以为凭我们的关系，我不说你也能猜出来。我明白了，下次请你喝酒。好啊，
我可要喝最好的酒。管够！伯母，哎，你确定？你看清离哥的那个烙印，和采莲还有阮琴的都一样？七叶檀花纹不会有错。离哥一定知道那个人的更多消息，只是他现在心中有郁结，不愿与我深谈，得慢慢来。不过什么？我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之前多番查探都没有线索，现在却突然撞上了，似乎有些过于巧合。要我说，这就是老天爷冥冥之中在保佑你。对了，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不知道呢，我得盯着郭毅他们讨工钱。你说你好好的一个新医，怎么还帮人要上债了？医心在于医人。眼下这些工友皆是被生活所迫，讨债是为了解他们的心结。我走了。哎，平安，自己多加小心。嗯。少成叔，快走，别理他。虎叔，哎呀，少成来了，又给你拎了2盅。你看，上次拿的酒我还没喝完呢。这块给你，我总共打了3块。我和和生啊，一人也有1块。我们一家人，该有件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了。好啊，好。哭什么哭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哭。你有本事，那你给我找条出路。生来就跟你说谁没本事？你再跟我说一句，你回来。就是你没本事。你说谁没本事？就是你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没啥要紧的。你给我进去！什么没什么要紧的？你不好意思说，那我来说。袁少卿，你为什么要取消龙门赛？这半年来，孩子他也每天都在为龙门赛做准备。只要他赢了，他跟孩子都能脱离剑疾。我说句难听的，你能飞黄腾达，靠的不就是龙门赛吗？你过上了好日子，却堵死了我们所有人的路。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？你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你？你在说这些话之前，可曾问过自己的良心？大家伙都知道，以前邙沟是个什么样子。若没有少成的庇护，谁都可以进来抓人打人。咱邙沟人哪有尊严？虎叔，是，他是飞黄腾达了，也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呐。可是他没有走。在他的心里，始终把咱们邙沟当作自己的家呀。虎叔，袁少卿，在我们心里面，你永远是我们最尊敬的人。你为邙沟做的一切，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生难忘。我铁匠打了半辈子铁，没什么能耐，我就想我在龙门场上拼出个样来，为我的孩子挣出条活路。我让他能读书，能经商，能考科举，像你一样成为大人物。可现在呢，龙门赛没了，我们邙沟人的希望没了。是啊，我们的剑旗这辈子也脱不了了。
诸位，去年扬州决堤，淹没了大量盐田，是李大善人解了圣都的盐业之危啊！多年来，李善人虽贵为郡王，却岁岁不失周粮，每年还为朝廷纳了不少的盐税啊！真乃我万民福星啊！善人呐！从商者不应以聚财富家为壮志，应以经世济民为己任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大家快快享用吧。将军，这许清看来和李宗旭经常有往来啊。李大善人呐，去年冬天是您施舍了粮食，才让我们一家老小熬了过来呀。老朽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哎呦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哎，快起来！常言道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我李宗旭最看不得他人受冻挨饿，以后但凡我能做到的，一定尽我绵薄之力啊！大善人啊，这是大善人呐，大善人呐！活不了了，没法活了，要逼死人了！哎呀，李大善人，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！你们是何人呐？我们是短工，给这个姓蔡的盖完布方，他却不付工钱，非说是您底下的九合布方断了他的活路。我们都知道您是位心善之人，所以前来请您主持公道。对，李大善人主持公道。对，给我们主持公道。我已经给了九合布方入市钱了。可他们还是不让我的小布方开张啊！我去找九合布方讨个说法，他们对我是拳打脚踢呀！我今天这身校服是给我自己穿的，你要是也护着他们，我就死在你面前得了！想不到今夜还有闹场子的，将军。那我们还要不要盘问许清有关泾原之战的事？算了，今夜先别打扫军舍，你先回去。等布书到了，我再和徐清好好聊聊。是。我说你这个老人家，九合布方是我管着的，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哎，谁要是说瞎话，天打雷劈呀！我这伤能是假的吗？大家伙瞧一瞧，我这脸上这伤能是假的吗？有假吗？啊，胡说！这九合布方的掌柜的，他用脚踩着我的脸打我呀！哎，你要是不信，你把那掌柜的叫来当面对质。这九合都打人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他们做不出来啊？是不是？大家静一静。七行霸市，看来是真的吗？我李宗旭，经商一向以和为贵，绝不允许欺行霸市的行径出现。如果九合布方底下真有人乱了规矩，我一定重重惩治。欠了你们多少工钱？每人170文钱，我们12人，共2贯又40文钱。这是契约。好，你们的工钱我付了，另外再多加10贯，算是补偿。哎呀，不愧是李大善人呐！大善人呐！大善人，好人呐！好人呐！这是李大善人呐！好人呐！无论九合布方欺行霸市，
与他这位李善人有无直接关系。像他这样广施善行的人，最在意的就是名声。所以明日，你们一要趁人多之机，二要捧他之名，三要素惨之实，这件事就能尽快得到解决，且皆大欢喜。李大善人，我替咱们这些短工谢谢您了。对，能遇到李大善人这样的大好人，可真是咱们的荣幸啊！荣幸。既然又成了件好事，大家一起举杯，恭贺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。干！谢谢大善人，谢谢大善人。若是没猜错的话，今夜的这出好戏是你替短工安排的吧？武将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是闲逛至此，刚好看到你替短工讨薪，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。老有所得，天经地义。他们心安则意平，心静则无疾。我听显儿说，武将军也常在所住营地接济流民，还带头开荒种地。你这可是仁义之举呀！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士族中的某些人不仅坐拥田地之利，还倒逼农户贱卖良田，因此流民不绝啊。听起来，武将军有些灰心。那你呢？就算一时帮短工讨了公道，可欺压平民之事屡见不鲜。难道你从未灰心吗？我只是觉得，碰到了，能帮一个，是一个。此番回到圣都，能结识你这样的朋友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你我不如去找显儿，一起喝一杯如何？好。在那儿呢，就是他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他是我们短工的恩人。恩人，幸亏有叶新一，我们才能讨回工钱。兄弟们，谢谢叶新一！谢谢叶新一！兄弟们，日后我们绝不许有人再说那安心馆的坏话。对，不许再说！不许再说！瞧你们粗手粗脚的样子，别把我的恩人吓着了。抱歉。好了，还堵着干什么？哦，哎，散！兄弟们，散了吧！这大半夜的，多谢叶新一为我解困。没什么。啊，叶新一，彩云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我家里有个病人，想请你给看看。哦，放心，诊费我绝不拖欠。只是此人这里不太正常，不敢带出来，能否烦劳叶新一跑一趟？你去吧，你我改日再聚。啊，这边。几年前，我在大街上看见他被几个地痞欺负，打得浑身是伤。我看着实在可怜，就带回来了。为什么这么热的天，还给他披巾啊？哦，那披巾是他自己的，他走到哪儿都抱着，不肯松开。带回来就这样吗？带回来的时候就这样。知道他叫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大伙儿都管他叫疯老汉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坏人！蔡老板，你先退后一步。你的披巾很好看，是你自己织的吗？披巾。
现在神志不清，这种情况只能一点点来。我会定期来给他诊治的，但有一点，不能让他再受刺激。哦，那他能治好吗？我只能尽力而为。叶心怡，你终于肯来找我了。跟我讲讲吧，你是怎么去到的万国乡？我家是农户，户部的小吏总是用各种名目增加粮税，如果交不上，就只能贱卖田地。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我选择委身于一个男人。可那个男人日复一日的折磨我，我很害怕。我好不容易逃回家，可是万国乡的花娘却找上了阿叶，说要用1袋盐来换我。阿叶见严金贵，便由我去换了那袋盐。闭上眼睛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只有你和我。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，这里很安全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需要我了。我很累，我真的觉得活得很累。我总是为他人着想，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可为什么到最后，受伤害的都是我？你不想别人受到伤害，可你却一直在伤害自己。李哥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。你看这世间像不像一个百戏园？欢喜悲伤，每个人的体验都不同。每当你产生我被家人抛弃，活着没有意思这样的念头时，不如换一个想法试试。我终于离开伤心之地，我凭才艺供养自己。日积月累，你会有怎样的人生，都在这一丝一念间。
你感觉好些了吗？感觉好多了，好像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放下了。往后你要照顾好自己，若心绪再有反复，随时来医馆找我。对了，叶心怡，你之前看到我手上的烙印，为什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啊？因为受到伤害的不止你一个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一切。半年前，我委身的那个男人，就是琅琊郡王李宗旭。被他染指的女子，都会被烙上昙花印记。